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不过这期视频我们没办法遇到村民了，因为我乘坐的飞船它爆炸了，逃生舱紧急迫降来在这个未知的星球。在这个星球里，貌似还没有出现陆地，全部都是水源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，并不断解锁各种技能，制作生存的道具和武器，最终走向人生巅峰。那么我们废话少说，上片头。好的，我回来了啊。那我先提前说一下，这期的话不是开坑啊，就是模组试玩。我现在还有2个坑没有填完，这个的话暂时就不先开坑了。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模组名称叫做 Underwater Biome， 中文的名称叫做深海生态，讲的就是我们被迫降在了一个只有水的星球上面。在这个星球上的很多东西都跟我们原版的世界不一样，然后我们原来世界的一些物资是获取不了的，一些合成方式也被禁用了啊。那我们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试玩吧。我们刚生成世界会获得一个蓝图碎片，使用这个碎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获得知识点，然后可以在成就系统里面对这个知识点进行分配，用来学习合成这些物品的方式。没有学习之前是无法合成这些物品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物品栏1号位有一个飞船记录仪，这个飞船记录仪可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探索进度，也可以在背包里查看我们逃生舱的位置。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迫降的那个逃生舱，它位置应该就在我们的附近，里面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前期需要的资源。我们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们逃生舱的位置，对，就是那边那个由铁块组成的浮在海面上的就是一个小建筑吧。我们先游过去看看。另外要提一下，就是我们获得知识点，就是左下角这个，我们获得知识点的途径有很多种。每天早晨会给我们一个知识点，然后我们探索到了新地形以及进行了合成，每3次合成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知识点。这些就是我们前期获得知识点的主要途径。左边这几个缩写分别是 C 化学、B 生物学、P 物理学、O 神秘学。我们探索会给予我们的通常是不能分配的，直接就是和这个地形相符的知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逃生舱上，可以从顶上跳进去或者从底下游进去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垫脚方块，所以只能从底下游进去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逃生舱的内部，就是我们这个飞船记录仪显示的坐标，里面会有一些书架、箱子、合成台，然后箱子里面会有一些物资，可以让我们前期过得稍微轻松那么一点点。不过这个箱子里面还有这个逃生舱的铁块，都是不能用来合成铁工具的啊，它只能用来做箱子还有铁板什么的。这个逃生舱的箱子里面还会带一些水下可以使用的火把，还有一个氧气罐。身上带着这个氧气罐的话，就可以在水里呼吸很长的时间。不过这个氧气罐是有上限的，我们要在这个飞船逃生舱这里充值氧气，只要拿着这个罐子对它右键一下就行了，总共可以充值250点的氧气值，大概可以在水里呼吸几分钟吧，只用把它放在背包里就行了。我们的名字左下角就会出现一个氧气值的条。刚开始送的这些铁的话，我们可以拿来做点工具什么的，不用太担心铁的消耗，因为在海里也是可以挖到矿的。它开局还会送一些暖宝宝，这些暖宝宝的作用是保温，因为我们可能需要长时间在这个海底下工作，如果我们在海比较深的地方工作的话，就会受到严寒的伤害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些保温的东西。不过前期我们做不了，所以可以先用这个暖宝宝应急一下，不用想着挖这个飞船舱上的铁啊，这些铁挖下来都是只能用于建筑的，不能拿来做铁工具。那么开局的一些信息差不多就到这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探索升级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有树的，但是这个树跟我们原来不一样，不像我们原来世界的树可以合成木板什么的，现在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。然后我们海里还添加了很多这个星球的生物，就像前面的这个鲨鱼一样，很多生物是具有攻击性的，不过它们的一些掉落物也是我们需要的材料。然后在海里呢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铁质的建筑，这些建筑叫做水下研究站残骸，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奖励物品，比如说学习知识需要的蓝图什么的。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建筑，可以去搜索一下。先到水里去随便挖一点方块吧。这个模组有一个设定，就是我们在水里挖方块的话是不会有水下挖掘疲劳的，没有这个疲劳的海洋生存就比较舒服了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氧气值是已经用完了，但是我却没有扣血，它现在在消耗的就是我们氧气罐里的氧气。由于我们现在待的位置比较深，然后我们身上有一个严寒的效果，如果这个严寒效果持续时间太久的话，就会开始扣血。然后这个船舱里面可能会有些木头，我们可以拿一下，可以用这个木头来制作一些木棍什么的。然后用这个木棍我们可以做一些石头的小刀或者铁质的小刀，用这个小刀破坏珊瑚就可以掉落新的木棍。
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寒冷的深海待了太久了，所以它一直在给我们扣血，扣血的速度还是挺快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用暖宝宝，或者是早点做出可以保暖的装备，这样子才可以更持久的在深海探索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模式里面皮革帽子的合成配方，这个配方是要升级之后才可以使用的，然后要用到鱼皮以及针线。狙杀比较大型的鱼可以获得鱼皮，然后针线的话需要用铁锭合成。不过这些东西的合成都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才可以。我们用小刀打这个珊瑚掉落的东西，烧制之后可以变成木棍，就是这玩意儿珊瑚枝。我们后面做工具什么的都比较需要这个。然后现在要拿鱼皮什么的，我们可以去打鲨鱼或者打一些和平生物。前期打这个鲨鱼的话难度比较大，因为它攻击力还是挺高的。你看我什么装备都没有的话，根本打不过他。不过他们有时候会自相残杀，我们可以去捡他们掉下来的东西。你看，它是掉落了鱼鳍，还有一个鲨鱼皮。鲨鱼皮可以做一些后期有用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先不管它。好，我去稍微玩了一会儿，收集到了一些鱼皮，然后现在尝试用这个鱼皮制作一下衣服。有这个衣服的话，就可以在深一点的地方工作了。不过缝制这个衣服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针和线。针的话只用铁就可以做了，然后这个线的话要用2根线，线可以打海底的草，草会掉落植物纤维，然后用2个纤维就可以合成一个线。然后这个鱼皮的话，我们学习之后可以学得鱼皮的工艺，就是这个用生鱼皮制作鱼皮的鱼皮技艺，需要5点物理学，我们现在物理学只有3点，还要再升2级才行。然后制作衣服的话还要再升到7级啊，所以想要度过前期的话，还是要慢慢积累的。来，我们来随便打一点草，打完草之后会有一些植物纤维，对，就是这些植物纤维会飘到地面上，这些纤维就可以用来合成线。然后就是一个前期想要获得知识点的办法，就像这样子，可以用木棍合成木板，这就是1次的合成次数，累计3次合成次数就可以送我们1点知识点。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升级到那个可以制作皮衣的东西，所以是没有出现这个合成表的。不过我们可以用现有的工具把这个合成表都刷一下，来获取一些知识点。像这样子合成按钮也是1次合成次数。现在我攒到了可以制作皮衣的这个点数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同样的合成表就可以生效了。我们戴上一个帽子之后，就可以在更深的海域工作了。如果全套戴上的话，就可以在很深很深的地方。我在后期又探索到了很多领域，在不同的领域会解锁不同的知识点，甚至到后来我们还可以做枪械，可以停止时间什么的。这个模组的世界还是非常大的。我开创造解锁了一下全部的进度，这边是任务树的最后一部分，还有一些枪械武器之类的进度，内容真的非常丰富，我就不展开介绍了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搜索一下，感觉这个模组还是挺耐玩的。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主要是这个模组内容太多了，我也是一边试一边介绍的，你们可以慢慢摸索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